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 CPU N200的内置电源非常安静的迷你主机 Blink 零克 EQ13。低功耗 N200 我们测试的不多，它和 N100 的 TDP 是一样的，都是6瓦，睿频高了 0.3 赫兹，核显稍微强了一点点。但是整个 N 系列小主机我们测试的可是太多了，有朋友建议整理一下他们的接口，以供购买时参考。我做了这样一张表，主要的有用的信息是这么几个：内存接口 DDR4 还是 DDR5， 最高 SSD 接口 X4、X2 还是 X1， 或者是 M.2 SATA， 有线网络接口 2.5G 还是千兆，是不是好朋友？WiFi 接口 WiFi 6还是 WiFi 5， 以 Core Mark 来排序，大家一目了然，以后也是每季度更新给大家。不过这张表我觉得还能加点东西啊，大家觉得以下哪个是你最想要的？是待机功耗，还是整机最高功耗，或者还是显示接口？我们是听劝的，会按大家的要求来修改。Blink EQ13 小主机它装置了英特尔 N200 的低功耗 CPU， 适合4线程 32EU 的英特尔 UHD 核显， DDR4 内存 3200兆赫兹， M.2 PCIe 3.0 X4 和 X1 的双 NVMe 接口， X4 接口同时也能兼容 M.2 SATA SSD， 双频显示输出，双千兆网口加 WiFi 6。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1.5 米的电源线， HDMI 线缆，说明书，没有外置电源。这是目前我测试过的第3台内置电源的小主机，前面2台是 Mac mini 和小新 mini。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塑料机身，表面这纹路其实挺好看的。机身接口，前面板 USB 3.2A 口，音频接口 Type-C 数据接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双 USB 3.2A 口， USB 2.0 接口， HDMI 2.0 接口，双千兆网络接口，双孔8字形电源接口。底部后部有通风口，和 S128、S114 保持一致。取下校垫，取下4颗底部螺丝，提拉橡胶拉手就打开了。看看内部接口，这是内置的氮化钾电源转换器，19伏 3.42 安，一共65瓦功率。厂家说内置的其实是19伏 4.4 安，一共85瓦功率，看来是反向虚标了。一块硕大的 NVMe SSD 散热器， DDR4 3200兆赫兹的内存接口，取下 NVMe 散热器的2颗螺丝。这是 PCIe 3.0 X4 的 NVMe 接口，也可以接 M.2 SATA 的 SSD。SSD 下面是无线网卡，旁边的插槽是 PCIe 3.0 X1 的 NVMe 接口。BIOS 里我们看到 PL1 设置20瓦， PL2 设置25瓦，也就是说小主机最终要长时跑20瓦的功耗释放。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开始22瓦，坚持45秒后下滑稳定在20瓦，整机功耗27瓦左右， CPU 平均有效频率3G 赫兹。我们一直单考了60分钟， CPU 功耗保持在20瓦，室温27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78度， SSD 温度最高33度。 CPU-Z 多线程 1440.2， 单线程 406.8，比最好的 N100 多线程成绩提升了 8%， 单线程提升了 5%。 Geekbench 5多核2974，单核1072，比 N100 单核提升了 5%， 多核提升不到 2%。 Geekbench 6多核3352，单核1304，多核提升 1%， 单核提升 5%。 Cinebench R3 多核3076，单核991，
单核提升 5%， 多核只有 1% 的提升。Passmark 多线程6743，单线程2252，单线程提升接近 10%， 多线程提升也接近 10%。综合上面的比较 ，EQ13N200 性能发挥强悍，不论单核还是多核，最好提升接近 10%， 它显然是超过了我们测试的所有的 N100。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386105， CPU 得分185194。我们还给 N200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597,058， XX20 316,509， CoreMark 107,145。CoreMark 不但超过了最好的 N100 接近 7%， 而且也超过了 i5-6600T。我们来玩游戏，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低60帧左右，也算能玩啊。HDMI 2.0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RGB 的非压缩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也能输出 4K 60Hz 8位 RGB 非压缩信号。接着我们看英特尔 UHD 核显的相对强项，视频解码，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硬盘测试 M.2 SATA SSD 560兆 B 每秒，这就是 SATA 的速度。WiFi 测试英特尔 X101 WiFi 6无线网卡，超过了40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 6的最低水平。这台 Blink EQ13 小主机装置了低功耗 N200 CPU， 2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5瓦，待机最高功耗 10.1 瓦。按这个结果，65瓦的内置电源肯定能搞定啊，根本不需要85瓦的内置电源啊。室温27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51度 ，SSD 待机温度31度。室温27.9 度的时候，单烤 FPU 满载的噪声仅仅只有37分贝，收回在耳边35分贝。这也太安静了吧。Blink 零克 EQ13 小主机20瓦的功耗释放，性能发挥强悍，超过了所有的 N100， 最高达到了 10%。 散热和静音在我们的测试也是非常完美的。风扇噪音是啥？没听见过啊。接口方面，你可以说双 HDMI 比较单调，双千兆不如双 2.5G， 但是它毕竟还是提供了双 NVMe 接口。而且啊，内置的电源，这可是低功耗小主机第一台，就是所有迷你电脑，这也是第3台装置内置电源的。我记得单槽120瓦小电源是 Blink 首先在 680M 核显小主机使用的，这次内置电源又是 Blink 首先独家使用，我们要给 Blink 零克点一个大大的赞。总结一下 ，EQ13 已出厂20瓦的性能释放，性能表现强劲。散热和静音非常完美，耳边35分贝，根本听不见风扇的声音。接口兼容性一般，但内置氮化镓电源完美。小主机设计和性能优秀，散热静音完美，内置开窗性的电源。这是一台值得推荐的优质产品，但我觉得它还能自我进化，把接口的兼容性提高，达到更完美的低功耗小主机的境地。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